太狂了！高市早苗叫嚣，台湾有事儿，自卫队将即刻出兵。这天日本那边可又出幺蛾子了啊！而且这回这个幺蛾子呀可不小，是冲着咱们的新疆疆来的。那大伙都知道，这日本换首相跟走马灯似的。这不刚上来一位新的女首相，叫高市早苗。那这位高市大妈可了不得，哎，你要是看过她的履历，或者说听过她以前的发言，你就知道这绝对是个狠角色呀。她一上台啊，咱们这边很多观察家就说，这回这个日本恐怕要往右转到底了。果不其然，这才刚上任多久啊？11月7号就在众议院，那是什么地方啊？日本的国会啊，当着所有议员和媒体的面啊，公开摊牌了。有这个议员就故意问他，首相啊，您说说，要是这个台湾有事了，算不算您家那个存亡危机事态啊？这大伙可能要问了啊，啥叫存亡危机事态？这个词儿吧，听着特专业、特唬人，对吧？哎，我给你翻译成大白话啊，这就是日本在2015年在安倍那会儿啊，强行通过的一个新安保法里塞进去的私货。那简单说，日本以前那个和平宪法规定了啊，你只能专守防卫，意思就是别人打到你家门口了，你才能还手，你不能主动跑到别人家去打架。但是安倍这帮人呢，觉得这个宪法太憋屈了呀，总想给他松松绑。于是呢，他们就搞了这个存亡危机事态。这个玩意儿精髓在哪儿啊？就是说啊，即使日本本土没有挨打，但是我的好哥们儿，比如美国或者是我非常关心的地区被人打了，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吧，从根本上威胁到我日本国民的生命和权利了，那么我也能出兵，我也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哎，你听听，你品品，这不就是说，哎，我哥们儿跟人打架，我虽然没挨打，但是我觉得我有危险呀，我就能冲上去一块儿打。这不就是把专守防卫的笼子给开了一扇大门吗？这背景咱交代清楚啊，咱说回11月7号的国会，那个议员问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儿算不算存亡危机？这高市怎么回答的？他连犹豫都没犹豫啊，直接回答是。那这议员接着问啊，那要是真的符合了，你是不是就要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市大妈更刚了，又是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朋友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这是在日本政坛那绝对是地震级别的。为啥呢？咱也知道啊，这以前的日本首相，包括那个被暗杀的安倍晋三，他们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呀？这个安倍啊，他也说过那句著名的话，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但是你注意啊，安倍这个人啊，他是只狐狸，他说这话的时候总会加上一大堆限定词儿，比如什么从地理上看，从经济上看，那他总会给自己留条后路，他更多的是在营造氛围，搞模糊表述，他从来没敢在国会这种正式场合把台湾有事儿和存亡危机事态以及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三个东西啊，明明白白的用法律的语言给他画上等号。他不敢呀，因为他知道这个水有多深。可是这高市早苗呢，他不装脸，他摊牌了，他直接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这等于在公开宣布啊，一旦台湾有事儿，我日本啊就要光明正大的出兵。这已经不是试探了啊，这是明牌啊，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这个高市早苗他凭啥这么狂啊？他新上任的不怕步子迈大了，扯着那啥吗？哎，这您就得了解这人了。很多咱们中国人对他这个发言啊，其实说实话一点都不意外。为啥呢？因为他一贯如此啊。他还没当首相，还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啊，他就天天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挂在嘴边。那等到10月8号他当上首相的第一天开记者会，就有人问他台湾的问题，他怎么说的？他直接就说啊，如果台湾事态紧急，日本一定会把它看作是危及自身。哎，你看看，他是一步一步来的呀。10月份呢是表态，是放风，到了11月7号这次啊，性质就完全变了。他这是第一次把台湾问题正式纳入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法律框架。这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啊，以前他喊口号啊，咱们可以说他是口嗨，是博眼球，但是现在他在国会用法律条文来回答，这就等于从法律层面把中国台湾的利益和日本的军事利益进行了捆绑和合法化。那他这么一搞，万一将来有事儿，这个日本自卫队出动，那在日本国内就是合法的，就是有法可依的。他这是在给日本自卫队，那是被和平宪法锁了70年的怪兽解开了最后一道锁链。那咱得琢磨琢磨，这个日本他为啥非要这么干呢？他们图啥呢？光是为了舔美国吗？不完全是哦。日本国内对这个存亡危机事态啊，2015年刚推出来的时候骂声一片，这日本老百姓也不傻哦，他们也上街抗议。说这不就是要把我们往战车上捆绑吗？
那这帮人就是自民党那些右翼，他们骨子里就没死心啊，他们总觉得和平宪法是战后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耻辱，他们做梦都想把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啥叫正常国家？在他们眼里啊，就是能有军队、能打仗、能往外派兵的国家。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日本民众啊，想法比较拧巴，他们觉得啊，现在这个周边这么强大，我们光被动防御不行啊，我们得主动防御。他们觉得这个安保法只是把防御的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了台湾而已。哎，你听听这话啊，而已，把你的防御范围划到别人家里去了，划到我们中国核心利益上了，这叫防御吗？这就是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啊！这就是暴露了他们对中国的敌意和野心。所以说，高市早苗的这次发言啊，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暴论，这是日本的右翼势力长久以来一步一步推动的结果。他只是那个负责临门一脚把这个事儿挑明的人。那这个问题来了，那既然他们这个法律都准备好了，那他们打算怎么下场呢？国外一些战略家的分析啊，说这个日本未来可能在2种情况下真的会动用自卫队。咱来沙盘推演一下啊，这个不是我瞎说，是人家专家分析啊。这第一种情况呢，高强度海上封锁。假设这个解放军对台海进行了高强度的海上封锁，注意哦，是高强度，军舰航母全上，台湾海峡给堵得死死的。那这下日本可就急了，为啥呢？这日本是啥国家？资源全靠进口，石油、天然气全得走那几条道。那这路一断，他家东土得灭。高市早苗的逻辑就是啊，你断我航线，这就是威胁我的生存，这就是存亡危机事态。所以呢，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打着保护航线的旗号跑过来干涉。哎，你看啊，这个借口找得多好啊！第二种情况，这个摊子就更大了。假设美国人决定插手，开始往亚太、往台湾海域调兵遣将，航母战斗群啊啥都来了。那解放军能干看着吗？肯定不能啊！咱们天天听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是干嘛的？不就是画个禁区，你别过来吗？那好了，这下中美两边顶上牛了。日本在哪儿呢？它本土上全是美国基地啊，那冲绳就在咱们门口。这个时候，日本就有2个理由了：第一，我大哥美国被打了，我得帮他，这是集体自卫权；第二，你们在我家门口打架，导弹万一掉到我家院子怎么办呢？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了。这又是存亡危机事态。哎，你看看，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下场了吗？所以啊，朋友们，这2015年的安保法就是个万金油借口，它就是为了今天这种局面量身定做的。这里面有个最有意思的是日期，高市早苗是11月7号说的这话，大伙儿想想啊，11月7号前后，咱们这儿发生了啥大喜事儿？11月5号。我国第1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虽然咱们的福建舰是11月5号入列的，但是央视是啥时候集中报道的？是11月7号。结果呢，就在同一天，就在咱们庆祝福建舰入列的同一天啊，这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公然宣布啊，台湾有事儿，日本就要出兵。朋友们，你们用这个脚趾头想一想啊，这能是巧合吗？这绝对不是巧合呀！哎，你以为日本政府那些人吃干饭吗？他们的情报部门是摆设吗？他们100%啊是算准的。这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一次战略回应，这就是一次精准碰瓷儿。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啊，中国别以为你有了福建舰就了不起，别以为你海军强大了就能在西太平洋说了算。你敢动台湾，我日本第一个不服，我真敢跟你碰一碰。哎，你说说，这是何等的狂妄啊，何等的嚣张啊！在咱们最喜庆的日子，他跳出来啊，在咱们最核心的利益上狠狠地插上一刀，给我们上眼药。所以啊，咱们得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高市早苗的发言不是疯话，也不是气话，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在面对中国海军崛起时一种又怕又嫉妒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冲上来的应激反应。他们不装了呀，他们摊牌了，他们已经从法律上给自己干涉台海铺平了最后一块砖，他们是真打算把日本的国运和中国台湾这根导火索绑在一起。这步棋啊，走得非常险，也非常蠢。只能说啊，日本有些人啊，是真的一点历史教训都没记住。网友们都怒了啊！二战时期，日本给我们中国和亚洲人民造成的深重罪行啊，我们从来都没忘。现在还敢跳出来叫嚣要动武力，真要是敢迈出那一步啊，必须跟他们彻底清算，新账旧账一起算。那现在机会来了，而且是日本主动送上来的。日本这种看不清的形势还敢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不光是不自量力，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台湾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不管谁想插手，都注定是徒劳。真要是敢动真格啊，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对于高氏大麻要怎么看呢？评论区见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